它的起司带一点酸酸的柠檬提味，浓郁中带一点清爽。它这黑酱想要模仿墨鱼面嘛？它如果出现在澎湖的话，会很屌。我觉得这喜欢的人呢、第一口会直接叼住，因为我现在就是这样。很漂亮哎，这颜色。Hello， 朋友有看店，我是露比，我是小野，我们现在人在二本餐厅。那这间餐厅呢，我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是一个素食这两个字都没有，只是菜单，然后店名都没有。大家可以默默的来，然后默默的可能就为地球又多了一餐素食。除此之外，它的地理位置又非常方便，它就在忠孝敦化捷运站旁边而已。不管是坐大众交通，自己开车过来都算是很方便。但开车当然就还是要找停车位的问题啦。台北比较难停。他们家有些餐点是没办法去5星的，然后有些餐点是没办法去奶蛋的，但是员工都会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你在点餐的时候，你可以先跟他们做询问。那我们今天点了一整桌的餐点，要来跟大家分享。我们先吃这个拌蘑菇香煎豆腐沙拉。这个沙拉原本上面会另外再淋那个胡麻酱，但是胡麻酱它是有蛋奶的，对，有蛋奶，所以就没有淋。我觉得它用了很多的香料，然后它的味道非常的足够，吃起来是真的蛮开胃的。他们家我觉得很棒的是，就是他们会用很多的各国的香料去搭配风味，就每一口其实在嘴巴里的香料味道是不一样的。而且我觉得它的豆腐啊，虽然都保留了它豆腐原本的香气，但它上下两面是煎的金黄的，它是两面，让我觉得有不同的口感跟不同的香气在里面。没有调味的豆腐为什么会觉得在里面那么搭配，对不对？这会让我有记忆点。它要注意的另外一点啊，就是它上面的菇啊，如果你没有跟他讲说你不吃5星的话，它原本是用蒜去炒的，对，注别一定要跟他讲清楚。下一个是它的分享盘，就是菠菜腰果炸馄饨。这一道比较可惜一点，它是没办法去5星的。那如果是不能吃5星的朋友，其实也可以看我们频道有一支类似的影片，它是炸馄饨，也可以稍微体验一下。如果可以吃5星的朋友来这边，这也算是他们的一个招牌菜。底下会配上一个泰式酸辣酱，甜酸的那种酸辣酱。画龙点睛的是它里面放的那个腰果，搭配在一起会让你有一个奶香的错觉。而且它真的塞得很紧实哦，因为有的炸馄饨吃起来里面会松松的，它里面真的是超满的，很扎实的那种。我是觉得我在咬下去在咬青酱的感觉啦。它这算是一种下酒菜吧，因为刚刚露比有提到说，它这里也是一个酒吧，平日晚上5点就开门了，那下班也可以来这边小酌1、2杯。它是一个真的坐起来很舒服，然后环境也不错的一个酒吧。我自己了解，它原本这也是一个老宅，他们的理念我觉得跟他们做菜也有一点关系。它可以把废物再重生，像它的厕所里面有一个洗手台，它是一个传动轴，汽车的传动轴，真的？对，然后那个灯是渔船上面那个灯，然后还有很多像我们现在做的椅子啊什么的都是老物件。从这些理念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菜色设计，他们就想要做的就是重新去定义这东西，重新赋予它的生命跟价值。它不是蔬食，也不是荤食，它就是一个美食。再来是他们家超级招牌的一道菜，起司出走通心粉。那我们今天点这一样是纯素版本哦。对，如果你今天不想吃通心粉，他们在礼拜6跟礼拜日的时候是有中午时段就有开始开的。早午餐里面有一道叫茹素的力量，一样可以吃到他们家的这个自制的起司酱。起司酱，他们自己做的，我觉得超猛的。它的起司带一点酸酸的柠檬提味，不会让你觉得整口下去很腻。它的面体煮得很刚好，咬下去是会还有弹性的，又不会过硬。酱汁完全扒附在面体上面，咬到后面那个油渍番茄的时候，又会带一个味道上来。然后它有带一点辣 ，Tabasco 的感觉，有点微酸的。我觉得已经绵密到真的像真的起司酱的那种绵密度了。你这样乍看之下，会感觉它味道很厚重，但是吃下完全不觉得，口味反而浓郁中带一点清爽。再也是他们家很有自信，跟可能很少地方可以看见的黑酱。黑海竹炭酱，意大利面。它一上来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特别，是它这个意大利面上面还放了很多的食用花，很香哎，超级香了。这道我们没有吃过，有点像墨鱼面哎。跟我想象中的味道不一样，但我很喜欢，也跟我想象中的味道不一样。这个餐点啊，它本身是含葱蒜的，但是这是可以去的，可以去葱蒜。
我觉得很酷的事情是，它这黑酱，它当然就是想要模仿墨鱼面嘛，加了一点海味进去。我刚刚就在想说，海味从哪里来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，因为它混在那个黑酱，然后跟杏鲍菇里面。这个是海龙头，我们在市场吃里面卷那个，对不对？在便当里面很常吃到那个它的头部。好 Q 哦，真的有一点点像章鱼的那种川烫章鱼的那种口感。然后因为它有那个腥味，那个海的那种腥味，这个不是说让你吃一口就可以马上讲出来，因为它的味道其实层次蛮丰富的。因为我印象中的墨鱼面啊、黑酱或什么，口感没那么厚，它口感是比较轻的。这比较厚的酱里面却保有它炒的时候的那个锅气，然后到后面啊，你可以去吸它这个柠檬跟它的那个糯米椒，我觉得糯米椒跟面搭在一起很好吃，会有一点来到海岛的感觉。突然觉得我好像在澎湖哦，这道菜会让我觉得它如果出现在澎湖的话，会很屌。再搭配一个调酒，哇！然后看着海，它的画面让我一直跳出来，一直跳在海边，然后喝着酒，然后吃这些餐点，海边的曼威斯特之类的。再我们要吃的是它这个辣豆泥 Hermeus， 外面呢比较常见的就是鹰嘴豆泥，再加上芝麻酱，但他们今天是用了很多其他的，还有墨西哥辣椒啊、橄榄油啊，它的风味去堆叠。稍微比较可惜一点是一样，它没办法去5星。对。另外这个是听说是来自正宗的中东，不是正宗的以色列人所制作出来的口袋饼，剥开之后把这个酱挖到里面去。有些人会觉得印度泥的味道比较强烈，但我觉得香菜又可以把它，因为用强烈跟强烈可以拉到另外一个清新的强烈的味道的地方。墨西哥辣椒，我真要讲，完美，但就是会辣，会辣，蛮辣的。但我觉得单抹它那个鹰嘴豆泥就很好吃了，就有辣、有甜、有蔬果的鲜。还有一个，我觉得它这饼超好吃的，它看起来很干哦，但它外面是脆的，里面是湿润的，吃下来他们家就是有这种特色，它把香料、蔬食那些蔬菜整体搭配，我觉得搭配得非常好，就是全植物重组的概念，很厉害。接下来就来喝它的饮料了。这个是木瓜紫奶，但它是成人版的，对，很特别。它的名字就叫成人版木瓜紫奶。我们来搅拌一下，它上面有一片柠檬，再加上一些巧克力脆。怎么样？他们家腰果奶是自己做的，是腰果奶还是坚果奶？先喝。我觉得喜欢的人呢，会第一口会直接叼住，因为我现在就是这样，好酷哦！它是木瓜牛奶，木瓜植物奶，但是它带了一个辣味，所以它的成人版就是再加了一点辣，喝得到巧克力碎，巧克力碎，我觉得这好赞哦！巧克力碎本来就有一粒一粒的口感嘛。但是它到你口腔的温度之后，它会开始化开，对，所以它会跟那个木瓜汁奶合在一起，而且不会很甜，这很好喝哎。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他们这间除了餐点以外，他们是酒吧，就是一个餐酒馆。所以我们后面要分享一个是他们主厨推荐的特调饮品调酒，这个是西班牙水果酒，然后它底下会有那个果酱，所以要搅拌。我跟你讲，它有前中后味哦，它一入口是甜，到中间是酸，到尾韵是苦，最后是香哎，就是那个果皮的那个苦香，其实有点像水果发酵到一定程度的那个味道。我觉得是中间是苦，甜苦香，我反而是甜酸苦，每个人的舌头可能有点不一样，舌头的感受程度不一样。我的苦味在后面，然后到最后是整个水果的那种果皮跟果肉的香气在环绕在嘴巴里。这是就是真的是酒，真的是有酒精的酒，它不是无酒精的。就是你可以喝酒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这一道。然后看着它的那个可能渔船的那个灯，然后就开始看啊，我是不是有点在晕船了？不是，很舒服哎。我以为你晕船了。真的都是老物件，它连电风扇都是那个以前那种老学校里面的那种电风扇。其实它也是一个永续的概念。接下来就是甜点时间了。对，这个是梦幻蓝海果昔碗，一看就觉得又到海边了，有没有？又到海边，真的很漂亮哎，这颜色。然后它这蓝色很酷，它是用蓝绿藻萃取出来这颜色。这基底里面有香蕉，但是它不会让我觉得很厚，它应该有加别的水果。好吃哦！其实我一直以来对这个，就是我看一些国外的美食影片，我一直以来对这个东西没有抱太大的兴趣。但我今天吃到它之后，我发现哇，原来它这么好吃哦！好爽啊！它很冰，真的很热，在海边，就是刚游完泳，然后就来一碗这个。天
天哪！蓝绿藻这东西本来也就是很营养，里面富含很多的维生素、对膳食纤维啊、坚果片啊、蔬果淀粉，好像都补充到了。好适合减肥哦。我觉得它热量可能也不是很低。因为有水果，台湾的水果也是蛮甜的。下午的时候来吃一碗这个，就身体就凉。他们为什么只有6日有开，中午开始？因为他们的人手有点不足啊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他们刚好也有在征才哦。如果你喜欢他们家的料理，整体氛围真的很棒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试着来学习也好。再我们要吃的，它这个是在菜单上没有的，是在他们黑板。他们里面还有一个黑板，会有不同季节可能会换一些菜单。那这就是它的开心果酥。那旁边这个是龙舌兰的糖浆。我们先单吃，然后再淋那个。有一种花生糖也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那个，有点像花生糖加方块酥，再加贡糖，好特别哦。加一点龙舌兰糖浆，它其实已经蛮甜的嘞。对，但是我想试试看不同的层次感。加一条。我知道为什么会附龙舌兰糖浆了。枫糖反而还不搭哦，枫糖可能会太强一点，太甜一点。豆味道的话，龙舌兰糖浆它的味道反而不会盖，可是它会多一个糖的香气，但真的很甜。吃完这个回来喝这个，这变无糖的了。那我们要现在选出我们今天的 Top One， 它的起司酥肘。你的 Top One 也是起司酥肘，我的 Top One 也是起司酥肘。你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我觉得店家自己做起司腰果酱这件事情，还可以做的这么好吃，我觉得不容易。我自己会觉得它很好吃之外，因为它是可以做无蛋无奶无五辛的，所有素别人都可以享受到，除了主餐以外，我觉得其他都很好吃啊。我觉得大推的它的果昔碗，这种流质的食物，过去没有很习惯在吃，一吃哇！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喜欢这个东西。想象我今天去夏威夷冲完浪，然后回来，我真的会想要吃这个。好了，那除此之外，如果你有吃葱串的话，我觉得你过来一定要点他们家这个辣豆泥饼，每一口的感觉不一样，香气真的很不错。整体呢，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，我觉得它算是一种把既有的东西重组，赋予它新的生命的一个地方。服务人员老板娘也给我一个很有活力、很有生命力的感受。老板娘很健谈，很好聊，很可爱，这样。想要他们平日也能吃到的话，那真的就是有没有人喜欢他们，然后加入他们，对，说不定人手更足够的时候，我们就也可以在平日吃到他们的餐点。中午时段，他们晚上都还是有开啦。很感动的地方是，他们经历了疫情也没有消失，一直维持在这边，努力在这边。虽然一定也有很多的困难，但是他们开到现在已经9年了。对，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。好，喜欢这订阅台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台开小铃铛，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 哦。然后不要忘记。有时候给自己一个放假的时间，来2本好好享用他们的产品，放松一下。